蛋，我看我男朋友手机，咋又来了？别看，他天天看我直播，到底我说的话你们能不能往心里去呀？别没事看对方手机，这玩意儿看它干啥呀？纯纯给自己找不痛快的，这不是？是吧？他想告诉你的，他会告诉你的啊，对不对？就是你看手机真的对自己没什么好处。他要是骗你吧，你早晚也会发现的。慢慢的就是人和人，你说算了。他和别的女生聊天，他们从别的软件认识的，4月份就加了，并且他暧昧的还不止一个。他用我们一起养的小狗的名字和头像和别的女生聊天，还在别的软件评论区下面夸别的女生，发可爱的表情包。请问我怎么办？怎么办？分呗！你看都看了，你看着这个你还不分咋办？还怎么办呢？我还有50天考研，这个时候分手会不会不太好啊？啥意思？会影响你考研成绩？你看都看了，赶紧分了呗！这你留着干啥呀？啊！我大4，他毕业2年了，我们谈了2年多了，所以呢，要给他个机会。你要不就别看，你看了你就得就分呗。他看都看了，你还咋的呀？哎呀，啥意思啊？会影响考研？你不分就不影响啊？震惊了呀！我咋觉得分了以后可能还能考得更好呢？精神更专注一点，化悲愤为力量。啊，咱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不行吗？分了后会难过，哎呦我的天，不分不难过，这就不难过了。天天看他手机跟别的女生聊天就不难过了。你好，我最近认识一个男生，接触了1个多月，我觉得人还可以，但是我觉得条件一般，我不想和他结婚，谈恋爱还可以。我30岁，我对这个男生也不是特别喜欢，也不讨厌，他一直表达对我有好感，但是我最近直说了我们不合适，然后我们不联系了，我又开始惦记人家了，我该怎么办？你惦记吧。好吧，在家没事想想不挺好的吗？心里有个人惦记不是挺幸福的？没事惦记惦记就行了。这是我第3次投稿，先祝您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啊！谢谢，也祝你身体健康。我想和你聊一些工作上的烦恼。我去年毕业，现在是工作的第2年。之前工作是因为职业规划的原因，只做了1年就放弃了，入职了现在这家公司。我现在的部门只有4个人，职级分化是 A、B、C1、C2，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理解 ？A 最大 ，B 其次。啊，能理解 C1、C2 评级是吧？我就是那个 C2，我入职也没多久，但是 A 和 B 采用一种霸凌式的方式对待新人，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态，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经常让我觉得很委屈。我和朋友倾诉后，他们告诉我这就是霸凌。最近霸凌更严重了，我不敢细说细节，我怕掉码啊，就怕暴露身份。身边的人让我换一个工作，我也尝试着看新的机会，可是很多 HR 在知道我刚入职不久后就没有后续的交流了。我知道换工作很难，我家庭条件一般，需要稳工作和收入。我现在困扰就是我每天都很难受，我希望摆脱他们带给我的困扰，把他们的态度和话当放屁。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很难做到，我不想每天因为工作而内耗，可我又没有办法做出好的心态上的改变。所以我想问问你有什么建议可以分享吗？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赶紧跑啊，接着接触啊，多接触啊，这有啥建议啊？就换呗，硬换，那还有啥建议？赶紧跑呗。蛋蛋你好，关于工作上的烦恼，我想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我的工作性质需要轮岗，要么换地方，要么换岗位。刚开始工作，在经办岗位吃了2年苦，办业务非常拼，经常感觉办到肾上腺素飙升的地步，导致我现在一着急就会一侧腰酸，成病根了。在我的努力下，对于业务已经非常熟练。由于今年工资下调，一我觉得这么拼真是没必要了；2是业务我也学会了，掌握了学习方法和基本规则，啥业务都可以现学。于是我又换到了复合岗位，业务就不需要我来办了，轻松了一些。刚说的不是要轮岗啊，然后今年决定不换地方换岗位，于是我和经办岗位轮换了3月，再换回来就算轮岗了。说到这事儿，真是又气又不能不说。本来就是形势后轮岗，经办确实业务上经验不足，这样一来导致我又是经办又是复合，可我一人好了，属于是比干经办都累。更可气的是，我真是寸的。我换岗这几月工作量都赶上经办1年工作量了，1年工作量了，你说这叫啥事儿？倒霉呗！本来想着换个轻松的地方，轻松点的岗位，拿点窝囊费算了，凑合干吧。哎呀，气死我了！我还不能当面吐槽，毕竟同事人都挺好的，只是业务水。而且换岗这件事儿都是经过我俩同意的，想着熬3个月就过去了，至少不用换地方，才选择内部轮换的。但是说好的3个月到时间了，一点没有换回来的意思。我也不好意思当面提，搞得好像我挺没格局似的，不愿意吃亏，你懂我意思吗？蛋蛋，我懂，你这不折磨自己吗？干舒服的事儿，人说自己想吃苦，别人觉得这人好努力；干苦活累活，人想舒服，别人觉得你想偷懒。哎呀，真的更气了！凭啥大家这么认为？凭什么我还要吃这个苦？我当然会不爽。
然后呢？然后呢？不是这，然后呢？你不就换回来不就行了吗？公司调动嘛，你跟领导说，赶紧给我换回来，太累了，腰子疼。你说我腰疼，不行吗？这么句话不会说，说我腰疼，赶紧给我换回来。我已经干了3个月，干到了，快点给我换回来，疼死我了！不行吗？没啥不行的，朋友们，没啥不行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公司里总是有人好搞，有人难搞，然后难搞的那个人就不怎么被搞，好搞的人就永远被搞。你觉得不行，那你就去当那个好搞的人，是吧？人家就搞你。没有发现这件事吗？没发现吗？还没发现吗？你好搞就搞你，那咋办？那咋办？你不好搞吗？那人家就搞你。你没发现你们办公室里就有不好搞的人吗？你没好奇说，这领导天天搞我，为啥不搞他呢？因为他不好搞，你也可以不好搞，对不对？你业务做好了，专业做完了，工作干完了，你为什么要那么好搞呢？首先要硬嘛，一个腰杆要硬，业务能力要过关，工作要完成的很好，保质保量，然后就不好搞啊，对吧？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你首先要底气要足，你东西都能完成的很好。欢迎大家啊，感谢你们。但我有一个认识了10几年的朋友，这10几年里我们都有各自的情感经历，但是一直都保持联系，不过都是朋友之间的正常往来，甚至10几年加在一起吃过的饭都没有3次。10几年认识的朋友在一起吃饭只有3次，我们2个更像是网友，彼此都能迅速 get 到对方在想什么，也有共同爱好，可能是这样才会做了这么多年朋友吧。最近2个人都恢复了单身，但是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渐渐觉得我不能跟他没日没夜的聊天了，也开始相信那句自己很不喜欢的话：男女之间没有纯友谊。我会在意他是不是出去相亲了，或者是不是认识了新的异性。他也很走心的说过，不如我们2个在一起吧这样的提议，但是被我给撅了回去。我不觉得我喜欢他，但是又确实依赖这个人。就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下，我跟他直接一整个 say goodbye 了。因为那段时间我很不舒服，除了没有亲密行为，没有牵手拥抱，我们2个的对话分明就像谈恋爱，可是又不是恋爱关系，以及我不想跟他变成恋爱关系。我就觉得我们2个都有泡，脑子都有泡，所以我就选择了跟他断掉联系。可是这就导致我真的失去了一个朋友，他也挺难过的，给我写了好几千字的小作文，反复在说我对他太重要了，巴拉巴拉巴拉，能不能不要这么对他？可是我还是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30岁，我真的没有精力把我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一个异性朋友上。哎，说回来，我到底对他是什么感觉呢？我很明确的知道自己不喜欢他，因为如果真的喜欢他，我也不可能10几年只是朋友，并且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过，如果答应跟他在一起，哎，我就不敢往后想了，因为我真的无法接受跟他有身体接触。可以说我对他完完全全没有生理性的喜欢，光是想想都觉得很排斥。我也不知道我想问什么问题。今天我看他发个动态，感觉他状态很不好，我就又有点担心他。而我俩的聊天记录还停留在1个月之前他发给我的那一句回到过去好不好？可怜的小伙子。所以我感觉我也没有什么立场去表示关心。对，你做的也很对，以及我关心的话，我们又回到那种奇奇怪怪的关系。对，你做的也很对。不过但这个事儿也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困扰，可能偶尔想起来或者看到他，心里觉得有点遗憾嘛，就是不知道这个遗憾到底是出于什么。想听听蛋怎么说。哎呀，你就是对不起一个老朋友嘛，你就觉得老朋友被你伤害了，遗憾嘛，但你又明确知道自己想要啥。没事，你再遗憾一段时间就麻木了啊，他也会习惯的。别联系了，挺好的，你做的挺好的，算他倒霉，咋办呢？算他倒霉呗，怎么办呢？不喜欢就不喜欢呗，那咋办？一点辙没有，那还能咋办呢？是吧？欢迎大家啊！感谢你们哈，蛋总好。我的情况很复杂，心情也很复杂。我不相信啊，我看看有多复杂，多复杂我都能给理顺了啊。我有一个异地恋2年多的男朋友 ，Top 2研究生在读。我本人是985毕业，海外留学归来，刚参加工作。我们仍然异地，而且他即将去海外读博了，3年5年不一定。由于专业的关系，他回国也很难在家乡工作。这时我认识了一个专升本的同事。你们这些，咱们这个就是非得把这个大家的学历都先念一遍吗？认识了一个专升本的同事，你就认识了一个有点暧昧的同事不行吗？肯定是暧昧起来了，非得说人家是专升本吗？这位985毕业海外留学回来的，跟 Top 2研究生在读异地恋的姐妹，你就暧昧的同事完了呗？这时就认识了一个专升本的同事吗？这很重要吗？这个标签，他对我诸多关照，他会在我跟家里吵架的时候开车带我兜风，教我职场法则，给我建议。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偶尔也聊天到深夜。那一刻我的心烫烫的，我们逐渐暧昧。你看我说啥来着？不就是有点暧昧的同事吗？我分不清这是喜欢依赖还是长期陪伴带来的错觉。
但我很久没有见过跟他在一起这么有活力的自己了。男友感受到了我状态不对，问我是不是不再需要他，并提出分手。我舍不下2年多的感情，又挽回。前段时间我发现我同事在另一个手机上有别的小宝贝，就这个同事就是专升本的同事，专升本同事暧昧起来了，暧昧起来发现这个专升本同事手机里有别的小宝贝儿。稍后看看啊，那几天我很难受，也不知道该不该说清楚。我感受到他对我态度变了，决心不再藏着。那是个雨天，下班后我们一起打车，先送他，再送我。他坐上副驾，我坐在后排。点开他的头像，那些闭口不谈的浪漫、暧昧与心动简化成文字后汹涌而出。那一刻我好轻松，啥意思？你坐后排给坐在副驾上的人发微信啊？他的回复是长期的陪伴和照料会滋生好感是正常的，他也经历过。啥意思啊？哥们儿意思他是没那个意思，这哥们儿意思他没那个意思。今天他送我上班时他不装了，车载音响连着蓝牙，他跟他的小宝贝儿发语音聊天，内容很亲密，我麻了。他自始至终都没跟我说清楚过，我感觉一片真心喂了狗，希望蛋总能开导一下我，谢谢。那是不是你就是误会了呀？有没有可能？我看看前面有没有啊，姐们儿，那是不是这哥们儿就是比较热情啊？我感觉他说的也挺决绝呀。关键你俩这个坐车就看出来他挺决绝了，俩人一起打车，他坐副驾，你坐后排，哥们儿干啥呢？这是不是你误会了呀？好像没有暧昧吧？是不是你想多了，姐们儿？我看看啊。他会在我跟家里吵架时开车带我兜风，教我职场法则，给我建议，偶尔也聊天到深夜。那一刻我的心烫烫的。具体聊啥了？聊天记录给我看看吧，我来判断一下是你会错意了，还是这哥们儿就是有点讨人厌。但是看他后续表现，这哥们儿挺狠的啊，是个铁石心肠的男人啊。车载音响连着蓝牙，跟小宝贝儿发语音聊天，内容亲密，不避人了啊，感觉是个铁石心肠的男人啊。没等啊，姐妹儿，我得看看是不是你会错意了。要是没会错意，这兄弟有点奇妙啊。可能就是说你发现他在手机上有别的小宝贝儿，也有可能是那个小宝贝儿发现你了，就是一定要在车上连着蓝牙聊天，会不会也发现你了呢？不知道，情况比较复杂，情况蛮复杂，确实情况比较复杂。播了这么久，这才哪到哪啊？直播这个活儿，它就是个时间越长就是销售越好的工作，而且直播时长跟那个销售数据的关系还不是指数，不是那个线性相关，它是指数相关。不是说我多播1个小时它可不是说就跟上1个小时就多加法，它是一个斜率非常大的。所以就是你看那些这个带货专业的朋友们不都一播很久吗？他就这么个事儿，他就这么个活儿。当然我的播吧也挺高兴，念信很开心，他这个随便帮我买点东西，谢谢，就这么个工作。亲爱的蛋，如果我说我与一名已婚男士有染，这将是一个3观不正的普通故事。如果我说我一名女大学生和一位努力就能合法生出我的男士坠入爱河了，这将是一个道德不那么正确的普通故事。即使把这2点集合在一起了，也依旧看上去很普通。但是我的故事完整版似乎就没有那么普通了。我和这位男士在一场旅行中相识，恰如同大部分公路恋爱，我们被彼此的肉体和面具所吸引，并且一起吃了牛脆脆。他长得好年轻啊，不是凭什么？他都上班那么久了，为什么看上去和我同龄啊？真不是我夸张，见过的都说不是。哥们儿，能不能把你那不会沾染斑味的工作介绍给我行吗？专业也没有那么不对口。哎，对不起蛋，我跑题了。但是他的工资真的挺多的，能不能内推我呀？作为一名超绝恋爱脑，我完全架不住他的温柔与关心。在还不清楚彼此到底是什么货色的时候，就被他的包装吸引了。要不说包装仅供参考呢？我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有妻子，还有他具体年龄的呢？是一次在拼饭的时候遇到了他同龄的驴友，我才知道不是。哥们儿，你这么老了呀？完了吧？有一次在一个美丽的湖边，他老婆给他打个视频电话，我才知道，嚯，我成小三了！怎么自己给自己捧哏呢？嚯，我成小三了！嚯，我呀，自己给自己捧上哏了，姐们儿，这么幽默吗？嚯！哎，我呀，但没有关系，我足够的恋爱脑支撑着我和他继续这般横看成岭侧成峰，361度都有问题的关系。就这样，我们结束了旅行，这段关系就如我们一起踏过的冰川一般消融了，如2滴水汇入茫茫大海。
想啥呢？这哥们儿还请我去他家玩去了，还给我买机票。于是我和他老婆吃了第一顿饭，他以为我是他的妹妹。姐姐，清醒点，谁家哥哥妹妹睡一张床啊？他老婆好温柔，但你知道吗？他老婆是知心大姐姐那种，他工作很忙，所以我在他的城市玩的那几天，是他妈妈和他老婆接待我的。他妈妈能不能是我爸爸啊？我好期待。我妈妈是单身，他妈妈丧偶，我觉得配一对也可以。他妈妈就像是他家边上的海水，阳光晒暖了沙滩，浪花轻轻拍打你的心。他的老婆，我好对不起他。姐姐是多好的女孩子啊，怎么摊上这种渣男？结局是啥？我妈正好也想来这个城市度假，于是很奇妙，两个又好像是一个家庭就这么在一桌聊上了。我是真喜欢他老婆，好温柔啊，但我怎么办？没事儿，反正我现在出国了，我一个都见不着了。但12月回国我咋整啊？他们两口子分别约了我单独出去玩，我错过了什么吗？这是什么？我是哪个字没看懂吗？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文字怎么不进入我的大脑了？什么？快进来！什么东西？等等啊，我揉揉眼睛啊！什么？我听不懂吗？我听懂啊，我看懂了，我只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捋一下啊，上道具是吧？好嘞，谁年纪比较大呢？这客户不敢得罪啊。牛翠翠扮演这个岁数大的啊。给我来信的呢是这个白巧克力，扁桃仁白巧克力。小姑娘牛翠翠，老哥大哥，俩人在旅途中冰川相遇了，在冰川。大哥你别看岁数大，长得年轻，完了还有钱。小姑娘吧也是一个人出来旅游，俩人在这个公路爱情了，然后俩人就火花激情就是该发生不该发生都发生了。牛翠翠跟他亲自吃了牛翠翠。完了呢，有一天在一个美丽的湖边，牛翠翠搁那儿视频电话，白巧克力一眼发现牛翠翠家里还有一个舒肤佳。结婚了，他俩结婚了，惊了吧？白巧克力惊了呀，说这个不行了吧？这应该结束了吧？两个人一段旅程结束之后，牛翠翠老哥打开电话说：“你来我的城市玩耍，快来！”去了以后呢，他说他忙，说我忙没空招待你，让我老婆接待你。说姐姐人还很好，知心姐姐。完了呢。光老婆还不行，还有老婆的妈妈、女儿，两个人接待这小姐妹儿。小姐妹儿也懵了，也不知道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情，把她妈妈也叫来了啊，她妈妈也来了。现在就是一家四口，等于说呢，这个牛翠翠本人啊，忙工作，赚钱也挺多，忙去了。一家四口，白巧克力和她妈妈，这牛翠翠的老婆和她妈妈一家四口相处了几天。他很激动，他给我写信，他很激动，觉得人家这个姐姐也很好，姐姐的妈也很好。完了说现在又出国玩去了，确实挺爱玩啊，又旅游去了。但是呢，说12月回国的时候，牛翠翠也约了他，说咱们在那个再续前缘。完了这个姐姐也约了他，说小姑娘看你不错，咱们再见一下啊。回答不了啊，就是超纲了啊，这题做不好，做不会。我的天啊，我的妈呀，没有爸爸。爸爸是啥呢？是这个姐们咋回事？没有爸爸，她是啥呢？她觉得这个知心姐姐的妈妈，她觉得这个妈妈特别好，像海浪一样轻轻地拍打着她的心。她想让这个妈妈给她当爸爸，为什么呢？因为她妈妈也单身，这个妈妈也单身，这个姐们想让这两个妈妈组成一对，然后她当孩子，她想让这个妈妈给她当爸爸，这里没爸爸。俩妈妈，该说不说，这里的人啊，这几个主人公就是这个心胸和这个思想，就是不一定像海浪一样拍打吧，这确实是蛮宽广。这个心胸和这个思想都是哇，这姐们真行啊！自己幸福了还那个什么，还不忘自己的妈妈。说我给你看上了一个，说这个有一个我男朋友他老婆他妈特好，我想让他给我当爸。说是啊，我的天，真的是大海一样宽广。全打开了，什么都打开了，什么格局没有就全开了。现在就是姐妹儿，没什么建议啊。一般对于这种来信，我没别的建议，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震惊了，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各方面全方面的注意安全啊。孩子，白巧克力，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各方面啊。但我男朋友工作日半夜11点，出门和软件上约来的一个女的。喝酒吃烧烤，2天后被机智的我给发现了，然后他竟然说自己忍不住，以后也不能保证不这样。
下班了就想和女生喝点酒，但是我睡着了，只能找别的人，这么横吗？我的天哪，太离谱了，怎么办？我要怎么怼他呀？以及我是不是要跟他分手了呀？他说他就真的是就喝点酒，没干别的。我们也不住在一起，2公里的路程，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你居然还问我要不要分手，我真不知道，这给我也问懵了，姐们儿，心态这么好吗？我看你心态是挺好，你要心态真这么好，你就没啥好怼他的，你就好呗。人家就喝点酒嘛，有什么的？你不是睡着了吗？人家这下班辛苦一天了，辛苦一天了，这上了一天班，就想喝上那么一口酒，啊，对面就想有一个女生，你不是睡着了吗？能有什么的呀？人家就还吃烧烤是吧？你心态好，你就别管了呗。哎呦我的妈呀，好绝呀，绝呀都！这姐们居然想的是我该怎么怼她，这心态真好，真好。哎，天哪！李毅跟我说，就刚那个特别混乱那个故事，白巧克力那故事，就刚那个姐们儿，李毅也是八卦，特意去看了一下，说这个姐们儿 IP 现在确实还在国外呢，还旅游呢，可能还真是真的。我惊了呀，我震惊了，我一度觉得是假的。震惊了，但我本以为我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想到，哈哈哈，我也有烦恼。没那么离谱的事儿，就是我男朋友总是不自信，人前自信，人后敏感自卑，然后我就是夸夸夸，疯狂夸，他就觉得我瞎说。哎呀，咱们举点例子哈，他总说自己长得不好看，我说没有啊，他自己就很在意，我觉得挺帅呀，1米8，大高个，身材也很好，还健身，还爱运动，是不是啊？情人眼里出一师嘛，而且小德波，哈哈哈哈哈。再比如他说他家里条件差，我们在外留学，2个自给自足，我在工作，他读书还有钱拿，我真的觉得很优秀了呀。他却总是说是个人都可以做到，我就觉得他这样说很冒犯人，因为我对读书好的人有光环，他读书真的挺好的，我真的觉得他很优秀，他自己一路过来真的是不容易啊。此处省略800字他的悲惨经历，他心里有点敏感，我真心疼他。他一直在说自己经济条件不好。其实还有兼职在干，头发少不好看，他在这些事情上走不出来，总是对自己要求特别高。我觉得这样性格挺好，可是就是觉得太累了。我能做的就是夸夸夸，说好听的话，带他吃好吃的。但你有什么办法吗？有什么哲理给到我这边吗？啊，我准备买点牛脆脆给我爸爸妈妈，牙口不好没问题啊，没问题，牙口没问题，牛脆脆可以的。祝蛋哥生意兴隆，垄断牛肉干行业，这做不到，做不到。这怎么后面还有啊？你男朋友，你让他剃个秃头，姐妹儿剃个秃头，他不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吗？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然后头发少，什么自卑，你让他剃个秃头，我们认真的，你给他剃个秃头，自信一下就起来了，真的，把头剃了，你就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人在意你，让他剃了，他剃了他就发现谁在乎你好不好看，过好你日子得了。感谢大家支持啊！嗨，我是姐姐，24岁，本科出来读书的留子，现在在留学的国家工作，有个妹妹刚高1。小学去了很好的公立学校，成绩不错。小升初没发挥好，去了初中也不差，可班级一般。他心里好像有落差。然后疫情的时候每天在家网课，青春期叛逆和父母吵架。后来查出来有甲亢，感觉一切都变了。这一下他没办法上体育课了，体重上来以后情绪也很差劲。他和我说过不喜欢班上的同学，隔3差5不去学校或者早退。有时候和家里打电话，看他和老爸吵架的场面，我有些难过和害怕。虽然我也叛逆过，但是我默默的偷偷的坏掉了。我妹简直就是和我截然相反。说远了，哈哈哈。她说班上没朋友，觉得朋友们不成熟，可能她有点看不起他们吧。初中结束，结果中考掉档，只能去市重点高中。现在面临分班考，选文理。我妹喜欢文科，爸妈想她读理科。我小时候理科就差，所以父母在理科上就是很早就开始培养她补习啥的。我妹说他学文能去更好一点的学校。我看过我妹妹的中考成绩，她偏科不是非常厉害。我猜妹妹和爸妈应该争论过，不过爸妈肯定会尊重她的决定，同时也不会忘记输出一些自己的观点。我妹好像比较喜欢哲学，哎呀，身体也不好，隔3差5不去学校，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她。我出来后就没回去过，一般我妹想买点什么我就给她买点什么，偶尔给她发点钱，然后聊点女孩子的话题。我无很大的困惑需要你解答，我只是想帮我妹爸妈分担一些压力，说一些真的能帮助我妹的话。同时我觉得父母也很难一碗水端平，我妹觉得我在国外压力小，所以她心里肯定有想法，导致我很多时候也没办法分享我的快乐。同时爸妈肯定在家叽歪她，我感觉我妹承受的太多，想帮家里帮妹妹分担一些。她好像也挺想出来的，但是父母年纪大了，我也不稳定，你懂的，还是希望她正常高考。插播一个温馨小故事，前几个月感情受挫，每天过得浑浑噩噩，
我妈和我妹跟我说不行就回来吧，不要一个人在外面，一家4口在一起挺好的，心里很感动。所以呢，感觉老爸是为我妹着想的，只是语气不好。我爸语气一不好，我妹直接一个拖鞋飞过去，还逼我爸道歉。怎么说呢？我只能说05后精神状态确实不一样。我妹跟我说读书压力真的很大，别操心了。我觉得他跟你爸妈好像找到了一种相处方式，你别操心了吧，感觉还可以。我感觉他们找到了一种相处方式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别操心了啊，没啥好操心的。蛋总，我今年22岁，马上23岁，牡丹。我喜欢一个男生很长时间，大概有10年吧，这不重要，这不重要吗？然后我高2的时候认识另一个男生，他有种莫名其妙的气质，跟那个我喜欢10年的男生很像，我就爱上了，然后就对他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啊。那你喜欢那10年的男生呢？啥意思？喜欢替身？你追那个本人不行吗？我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假装脸过敏，出校门还给他买吃的，他也收了。几乎每周聊天，我是个打直球的人，就跟他表白了。他说高3好好学习，拒绝我。然后上大学以后，他主动找我，跟我聊天，给我点外卖。他跟我表个白，又把消息撤回了，我装没看见。我觉得我们错过，关键我们还是异地。然后他又飞快的跟别人谈恋爱了，还谈了俩。毕业后他就出国留学了。我觉得我们没可能了，就把他删了。但是我前段时间一直做梦梦见他，梦见了很多次，醒了很惆怅。我觉得有这种情绪是因为我认识的男的太少了。你说的对。我跟我朋友说了这件事儿，我还说现在随便谁要跟我谈我都谈。我朋友一直劝我，让我还是不要放低标准。但是我自从高中喜欢那个男生后，5年没有再爱上任何人。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先谈恋爱啊？是，对，是。但我觉得谈恋爱太难了，好难啊！你们都是怎么谈上恋爱的？你们都是怎么谈上恋爱的呀？你们都是怎么谈上恋爱的？学校发的，谈呗，谈恋爱也要教啊，本能。蛋总好，28岁单身，前不久刚刚分手，家里很着急，给我安排了相亲。相亲的那个对象没有长在审美点上，肥头大耳，凶巴巴的，我也不想去。家里人劝我见一面试试，我瞬间上火，下巴上长了2个痘，口腔起了溃疡，我还去见了他。我以为见完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可是我的妈妈很满意，让我继续跟他相处，又见了一面，他还不说话，还是我找话题。见完之后，我还给他推荐了我喜欢的电影，我觉得我仁至义尽了。他1周没有联系我，直到周5的时候跟我说话，我本来就很生气，就不想见面，正好那周末要回家，就借口回家，没去跟他见面，又是1周多没有跟我说话。今天我妈又跟我说，问我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本来就不满意呀，还一遍遍问啊，就他满意而已，给我一种我不跟他在一起就是我的罪过的感觉，还跟我说他对我也很满意，就是不爱说话，心情非常差。我妈满意他的点无非就是他是985大学本科生，在当地知名企业有稳定工作，有车有房，哎，觉得他是潜力股，我不应该错过，可是我对他没兴趣。最后我的问题是，我要继续跟他相处吗？无语了，不知道该咋回答，震惊了，震惊了。接近10年前，前男友劈腿跟我分手，并且和未婚先孕的当时的第三者奉子成婚，没办婚礼，因为当时他爸破产清算。7、8年后，前男友的离婚了，被老婆打出去了，然后不知道咋的，他就联系上我了。那段时间嘛，我确实也不忙，出于对当年真相的好奇，答应和他一起出来吃个饭。然后他说，当年确实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跟他这个离婚的老婆就一起吃牛脆脆了。去算命说那个女的会给他生儿子，结果的确还生了儿子，但是也离婚了，儿子归老婆了。然后吃完饭分别的时候，他拿起他爸爸用过的一个手机，莫名其妙翻到了他60多岁的老爸和年轻小姑娘吃牛脆脆的视频。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小时候就爱出轨。跟他妈离婚后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女人，破产后身份身无分文还能找到小姑娘，他觉得他爸特别了不起啊，不起。然后他是巨蟹座的，在一起的时候放暑假，他还背着我各种联系前女友，然后前女友看不过去来跟我吐槽，后来我发现他就是平等的喜欢联系每一个谈过的前女友。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出轨真是有基因的，潜移默化改不了。他这次离婚的原因呢，当然也是因为他又出轨了，但是他说他老婆也出去找男人了，牛啊牛，没了，确实牛。哎呦我的天，看得我头晕目眩，什么呀，牛啊牛啊牛啊，太震撼了啊！